说实话，以前看过不少关于宗馥莉作为富二代又做了一些令人感觉匪夷所思的决策，比如神话父亲，比如将娃哈哈业务外包，背离宗庆后的自主可控思路，觉得好像不是那么一个靠谱的接班人呢。直到现在所有人才恍然大悟，原来他那些决策真的是在下一盘大棋。这是一场兼具家族恩怨与资本博弈的商业大战一个14岁远赴重洋的少女，经过20年的隐忍布局，最终走到了娃哈哈的权力核心，就是宗馥莉。爸爸也是企业家，你现在也是个年轻的企业家，就是你做的事情如果得到爸爸的认可，会不会对你来说很重要？我觉得现在不会了，以前可能会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你现在已经有足够的自信，或者内心已经很强大了，就是知道自己要去做什么。我认为我自己应该有自己人生道路跟轨迹，我不需要再去听别人跟我讲什么，就是说我需要怎样，因为我觉得任何事情还是要自己尝试过才能。两代人之间应该有一定的信任，但是从我的角度来考虑，因为我他女儿，我觉得他应该信任我多一点。刚才你看有一个领奖者上来的时候握爸爸的手，因为爸爸是他的偶像。爸爸是你的偶像吗？是也不是。我觉得我爸有很多东西值得我去学习，但是同时我觉得我应该要超越他。因为我们采访过的很多二代当中会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他们很多接班是被迫的，你却是很主动的愿意把这个担子去挑起来。可以这么说。总有一天父亲会把这个担子完全交到你身上，你真的 hold 得住吗？我觉得不是中国首富的这个产业，你真的 hold 得住吗？我觉得不是 hold 不 hold 得住的问题，就是因为我想要做事情的心跟可能其他接班人的心是不一样的。做宗主的女儿还是挺有压力的。对，是一个大山翻不过去呀。你爸是出于什么考虑任命你做了这个品牌公关部的部长呢？其实不是我爸任命我，是我自告奋勇去的。其实一旦跟你爸冲突了，你就是妥协是吧？先妥协吧，因为我也需要先生存下去。你打算什么时候不妥协了？等我更加有实力一些。一方面他是初中1年级以后到美国去读书，从初2开始的。他比较独立就是。初2那个时候美国有亲戚吗？没有。一个初2的女生单枪匹马到美国去读书，你放心吗？因为我们给她读了寄宿学校，住在学校里。在她读书期间去看过她吗？因为当时的话，因为我们当时在卖罐头卖到美国去的嘛，出口罐头。就是1年去1、2趟去看看。爸爸连看望女儿都是工作之便，因为罐头出口到了美国。娃哈哈减去宗庆后等于什么？请回答。等于0。好，因为我觉得现在娃哈哈等于宗庆后是所有媒体或者是大众的对我们的想法。那我希望娃哈哈其实它代表的是一种生活方式，或者是一种很好的理念，它应该有它自己的个性，它有它自己品牌的独特性。那我不希望就说它就是以企业家本身来做这个宣传的，这是我想要去改变的。我不希望就是公司的创始人等于你的形象代言人，我觉得这样是非常危险的。娃哈哈加上宗馥莉等于什么？请作答。可能会有更高的辉煌一些。有更高的辉煌。那您就直接给一个分数算了。刚才他给了一个0。我觉得他现在的话，我感觉他在能够给他个90分吧。他也很勤奋，是吧？也很认真，是吧？也在不断创新，就是，管理上也有一套，就是还有我觉得就是你核心的方面如果说做得好一点的话，你可能就会更好可能就会更核心。对这个分数满意吗？我希望我能够做到100分，所以我继续努力。潜台词是90分，还不是我的目标我也不甚满意。昨天凤凰网的风暴眼出了一篇重磅报道，就在所有人都在震惊宗庆后有4名子女的时候，这篇报道提及的一位所谓知情人士又指出，宗庆后并不只有这4名子女，可能总共有7名。我们在这里要强调，这只是凤凰网风暴眼这篇报道中所谓知情人士的陈述，无法判断这是否是真实情况。援引这篇报道中知情人士的陈述，他就说在2018年，宗家为宗庆后去世的父亲编写年谱，由此确认在宗馥莉之外，宗庆后还有6个孩子。说宗庆后与娃哈哈的元老杜建英育有3名子女，宗继昌是1996年出生，宗杰利是1998年出生，宗继胜出生年份网传有误，并不是盛传的2017年，网传的2017年出生的孩子的生母是另一位年轻员工，是另一个孩子。那宗继胜呢，目前具体年份不详，根据杜建英的年纪推算，宗继胜应该是远早于2017年出生。就在昨天晚上，杜建英的一位商学院的同学拍了一个视频，据他不经意中流露出来的口风，宗继胜的年龄应该在18岁左右。那时候小儿子还没有18，
10几岁戴个小眼镜。在凤凰网的这篇文章中透露说，在杜建英之前，宗庆后早年还曾经与一位员工生有一女，之后母女就定居美国。此外还有一位孩子尚未曝光，所以就总共说是7位子女。但这个说法很快又在网上被否认了。有网友就转载宗庆后的弟弟的说法，这位自称为宗庆后的弟弟就说，宗庆后就是只有宗馥莉和杜建英生的3个子女，一共4名子女。而且这篇帖子中还专门贴出了宗家的新修订的家谱就显示宗庆后只有4位子女。说回宗馥莉在一段采访中，宗馥莉就坦言说是我觉得活着就是最大的成就。可以说如果是在当年我要看他这段采访，就会觉得你这不一富二代无病呻吟嘛，是吧？故作深沉，是不是？对，现在就感觉他和王思聪是一样的，就是独享了含着金钥匙出生。现在很多人才觉得也许他当时就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真实恐惧。根据凤凰网报道中这个描述，就说一位接近宗家的另一位知情人士就说说大家比较难以理解宗馥莉的性格，说他行事比较极端，生活中会频繁更换司机和保姆、保洁，家里的冰箱也安装了摄像头。大家想想，那冰箱是放什么的地方？是放食物和饮料的地方。这句貌似随便的一句话，就不禁让人浮想联翩。宗馥莉难道是防止有人给他下毒吗？我看到就有网友分析不是说宗馥莉是行事极端，而是他真的害怕了呀。你想，一般人谁会想到在冰箱里放摄像头呢？就感觉这个事儿肯定是之前发生过什么不好的事儿，或者说被他发现了，或者被他作包了，所以他才会这么小心谨慎呢。当然我觉得另一个角度，也许宗馥莉就是一个极其谨慎的人。我也看了凤凰网这篇报道，我想我要是宗馥莉，我还挺愿意授权凤凰网去出一篇这样的报道的。当然我不是说这篇报道就一定是宗馥莉他受益的我是说从我的角度出发，因为我觉得这样发出来的话，舆论会挺向着自己这一边的。确实很多网友在看完了之后就会格外的心疼宗馥莉嘛，你看平时生活都已经要小心谨慎到这样的地步了。他这种警惕想必就不仅仅源于他所面临的经济对手，更可能是源于深层次的这个家庭的斗争。2025年7月，宗庆后和杜建英的3名子女几乎在同一时间在香港和杭州提起诉讼，要求确认他们对宗庆后设立的21亿美元信托资产的继承权，并申请冻结宗馥莉所持有的这个29.4%的娃哈哈股份。这是一场已经进入了司法程序的多线战争，其实更潜藏着无法量化的暗流。我们来看几条网友的评论没想到这个事儿居然变成这样。说实话，这2天我都有点怀疑自己的眼光了。我现在再看看那些商场、官场里的人说的那些道貌岸然的话，我都怀疑这些人是不是跟宗庆后一样。宗庆后3次登顶中国的首富，标榜自己每天的生活费不过200块钱，一年花不了5万块，出席活动穿的都是80块的布鞋，出门还经常坐经济舱。我太傻了，我居然相信了。清廉、爱国、爱家的好名声他要，金钱儿子他也要。宗家的豪门斗争现在看起来真的是毫不逊色于电视中的《甄嬛传》，而宗馥莉正是这场战局中谋划最久、布局最深的主角。也许杜建英当年赴美陪读的时候，绝对是没有想到当年那个14岁的黄毛丫头，如今能成为他最大的劲敌。我们把时间线拉回到1996年那一年呢，年仅14岁的宗馥莉被父亲宗庆后送往美国留学，而他的监护人正是娃哈哈内部的2号人物党委书记杜建英。就在同一年，杜建英在美国就诞下一子，取名宗继昌。2年之后又生下宗杰利。当时这个父权关系是讳莫如深，但宗馥莉其实已经无意间就被牵入了这场家族棋局的开端。进入2003年，21岁的宗馥莉和母亲施幼珍联手创办鸿盛饮料，从一条罐装线起家，专注为娃哈哈代工。2004年，22岁的宗馥莉学成归国，进入娃哈哈萧山2号基地，从一线历练起步。1年之后就升任了公司的总经理，负责童装和日化业务。3年之后在2007年任鸿盛饮料集团的总裁。这个集团就由他和母亲完全掌控。初期呢，只有一条灌装线，随后就不断扩张为20个生产基地、40多家子公司、100多条生产线。在一个采访中，宗馥莉就明确提到，他的父亲在全国各地开疆拓土，他也同步跟进，在全国各地去开子公司。宗庆后还曾经公开称赞说，他的公司也就是鸿盛饮料的这个利润率比娃哈哈还高。2008年，宗馥莉就全面接管了鸿盛集团。同年，杜建英就从党委书记角色隐退了。
不再担任集团1级领导的职务，正式辞职。2010年，杜建英就创建了三杰投资集团。你看这个三杰啊，得名于3个孩子的英文名，首字母都是 J，Jason、Jesse 和 Jerry。这么看啊，就非常合理了。这3个美国籍的子女啊，都是杜建英所生的。在昨天之前爆出来的信息哈，说这个二儿子宗继胜是2017年由别墅的保姆所生。当时我就还有点奇怪呢，那怎么是这3个子女一起在香港打官司，对吧？你想，那杜建英怎么会带上一个别人的孩子呢？其实原来啊，这3个美国籍子女都是他生的，其中有2个儿子。所以杜建英啊，他就以投资人的身份就继续深耕这个娃哈哈的体系嘛。这家公司股东就2个哈，一个是杜建英，一个是宗瑞。宗瑞呢是宗庆后的亲妹妹，也是宗馥莉的亲姑姑。杜建英啊，就通过三杰和关联的机构参与投资了多家 PE 和拟 IPO 的企业和娃哈哈的子公司，在当时就表现出极强的这个资本控制力。通过三杰间接持有娃哈哈多家分厂的股份。在2014年，三杰已经成为娃哈哈体系中不可忽视的体外权力中心。但是宗馥莉的生母施佑珍也不甘示弱。2010年11月，杭州娃哈哈宏振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也就是娃哈哈的创投，股权结构是宗庆后90%，施佑珍10%。2012年，周口恒丰饮料有限公司成立，施佑珍出任董事，法定代表人就是祝立丹，他就是宗馥莉的心腹。从2002年到2012这10年间，宗馥莉的生母施佑珍啊，就涉足了饮料包装、机械、食品投资等等各大领域。以法定代表人和股东身份直接参与了多家恒丰和娃哈哈体系企业的设立和运营，这不仅仅构建了家族产业的这个广泛布局啊，也为宗馥莉后期接管形成了资本和权限的基础。由此可见，宗馥莉是在前台，施佑珍呢在后台就给予了非常坚定的支持啊，他们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啊。2018年，宗馥莉任娃哈哈品牌公关部的部长，继续推动父亲的造神行动。2019年，杜建英就从娃哈哈子公司的董事名单中陆续退出，基本上就消失在企业的这个管理架构中。2020年啊，宗馥莉兼任集团销售公司副总经理。2020年，也就是在同一年，宗庆后出具了遗嘱副本，声明境外资产均由宗馥莉继承。当然了，这份遗嘱现在杜建英一方提出了质疑啊。2021年，宗馥莉任副董事长兼总经理，正式走向了接班舞台。但是杜建英一方并没有偃旗息鼓。2022年，在沈阳娃哈哈荣泰食品有限公司的人事变更中，杜建英、宗继昌与宗杰利同时被任命为公司的董事。其中，宗继昌啊，至少掌握了大理、双城、南京、天津等地至少5家娃哈哈挂名公司的董事职务。宗杰利则是担任沈阳娃哈哈荣泰食品有限公司的董事了。2023年末到2024年的上半年，杭州上城区文商旅集团和宗馥莉就谈股权转让的协议。因为这个杭州上城区文商旅集团，它持有娃哈哈集团大约46%的股份，其实它是娃哈哈最大的股东。他就和宗馥莉就股权的这个转让进行了持续的谈判，但因为这个价格分歧，最后啊没有达成协议。宗馥莉认为啊，这个对方要价太高了。那杜建英得知了这个股份转让谈判这件事儿之后，就向有关的政府部门表达了他的异议，主张啊这个股份转让应该通过公开的招投标方式，防止啊这种私下的交易。2024年的2月25号，宗庆后逝世了。就在5月份，这个香港的信托账户就转出了110万美元。关于这笔钱的转出，宗馥莉一方官方回应说是这个律所团队他们提交了娃哈哈集团2023年的海外预算以及越南工厂设备尾款的合同和发票，证明啊这笔110万美元是用于支付越南子公司设备的采购费用，这已经在2023年的预算中得以的计划和体现。他的律师就强调，这笔钱是来自于这个海外拓展储备金，属于公司业务支出，不属于遗产信托资产。2024年的6到7月，多家拥有杜建英和子女董事角色的子公司就发生了法人和董事长的变更，法人就变更为宗馥莉或者他的心腹祝立丹。随后啊，宗馥莉就主导对娃哈哈体系进行去娃哈哈化，关闭了大约18条生产线，涵盖深圳、重庆、衢州、天津、吉安、沈阳、陕西、大理等等地区哈。这些产线及工厂的停产，很大程度上都涉及了杜建英及和他的家族成员持股或者任职的公司。2024年的7月15号，宗馥莉通过一封致娃哈哈集团全体员工的这个信函，宣布辞去了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的职务。宗馥莉啊，在函中就提及辞职的原因，他就说呀，由于娃哈哈集团部分股东对他的经营管理的合理性提出质疑，导致他无法继续履行管理职责，因此决定辞职。
紧接着，同在2024年的7月，杜坚英就建议要引进外部职业经理人，以提升公司的治理。当然，最终这个计划没有推行。这个时候，大家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出，公司内部的斗争已经非常的白热化了，进入到刺刀见红的这个地步了。紧接着，就在2024年7月下旬，娃哈哈董事会正式通过决议，说啥没有批准宗馥莉辞职啊，邀请他继续担任总经理。主要的股东和董事对宗馥莉的领导力表示支持，认为他是维持娃哈哈稳定和未来发展的关键人物。2024年的8月，宗馥莉就接任了娃哈哈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和总经理，正式接管了娃哈哈，可谓是华丽归来。在宗馥莉接掌娃哈哈的首年的2024年，他就交出了一份728亿营收的成绩单，追平了10年前的业绩巅峰。他还对业绩增长表现非常突出的经销商合计发放了奖励接近1亿人民币啊！娃哈哈的销售人员的整体收入增长了30%。在这个华丽归来之后啊，他带领娃哈哈登上了华山之巅。但不得不说啊，这一年的业绩暴增和宗庆后去世之后的这个爱国营销有相当大的关系。当时在国内也引发了不小的议论，不少人就跟风抵制农夫山泉，说只喝娃哈哈。现在看来就颇为讽刺啊。紧接着时间也就来到了2025年的7月，就是我们上次节目中提到宗庆后与杜建英的3名子女在香港和杭州两地同时提起了诉讼，要求确认3人对宗庆后生前在香港设立的21亿美元信托基金中的继承权，要求冻结宗馥莉所持有的娃哈哈29.4%的股份，主张3人应与宗馥莉一样拥有平等的股东权利和接班权利。商战啊，现在就从明面走入了法庭，家族对抗最终进入了终局模式。现在娃哈哈的股权结构是这样的国资系持股46%，仍然是最大的股东。宗馥莉持股29.4%，掌控了宏盛和主要的产销通道。职工持股24.6%，成为关键的中坚力量。而三杰系通过分散持股和董事会的席位，继续谋求话语权。现在宗馥莉啊，如果没有办法拿下国资这46%的股份啊，就无法实现绝对的控股，而且还面临着杜建英一方要求分割宗庆后的29.4%的股份的遗产。而职工系呢，虽然算是盟友，但是并非铁板一块，稍有风吹草动啊，就有可能分裂。宗馥莉当然深知这一点，所以他所做的一切就是通过自己完全掌控的宏盛集团，绑定了产能、商标进行了切割，品牌进行年轻化，员工激励、法务布控、舆论引导，都是在为这个最终局做着准备。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商战，现在看来，这其中波云诡谲，是一场以20年为时间轴，以几百亿资本为筹码的博弈。你想，宗馥莉作为一个年轻女子，在夹缝中足足谋划并执行了20年，你说宗馥莉她不是当代甄嬛，她是啥？而这一切不过是她14岁远赴美国时就已经隐约展开的那一盘棋。而宗馥莉显然在当前的舆论战场中占据了绝对的优势，这就不得不提及，她在2024年刚刚回国不久就开始主动请缨，要担任娃哈哈集团的宣传部长。从此，她就展开了一场极为缜密、极具战略性的宗庆后人格神话工程。2024年，宗馥莉主动请缨就出任娃哈哈的宣传部部长。从表面上看，对于企业来说，这是一个非核心的部门啊，接触不到真正的业务领域。当年真不知道是有什么高人指点了宗馥莉，也许是他自己想出来的，但实际上这背后啊，就是一场极具深意的谋略。他就要亲自操刀，为父亲树立无懈可击的商业圣人的形象。这背后的深意，直到今天人们才恍然大悟。而当年的杜建英想必也认为，这个黄毛丫头是不是就贪图一个清闲的职位来享受生活呀？反而对宗馥莉更加放松了警惕。但事实证明，他绝对轻敌了。从那一刻开始啊，宗庆后的对外形象就被系统化包装为爱国、爱家、爱女、爱员工，低调节俭。他穿布鞋，坐经济舱，不炒作，不应酬，连公司冰箱都用国产老品牌。这种形象在社会大众心中根深蒂固了，已经，并在宗庆后去世的时候达到了顶点。是的，就感觉宗馥莉给他爹立的这个像贞节牌坊一样，就太成功了。这个营销，就钟老整个人就感觉被架在火上烤，而且当时的舆论他根本也不敢把有其他的孩子这个事儿给爆出来嘛。就宗庆后吧，就只能继续配合宗馥莉的这种宣传，害怕自己的好名声受到影响啊。你想这个时候娃哈哈的形象还是跟宗庆后高度绑定在一起的，如果那个时候就是宗庆后生前爆出来有其他的孩子，那这个品牌影响肯定是一落千丈了。
市场价值大受影响。没错，就在宗馥莉的精心布局之下，宗庆后就被呈现为一位鞠躬尽瘁、时而后已的儒商典范。他是一位企业家精神最后的守望者。在他出镜的每次采访中，几乎都重复着类似的基调：就父亲啊，哪怕他什么都不做，只要他在，就是全家的精神支柱。这样的话语看似温馨，实则处处营造一个高度个人崇拜的父权人设。不仅是女儿对父亲的怀念，更像是股东、员工、社会各界对企业精神领袖的致敬。他还主动提及父亲的节俭生活，几十年如一日吃方便面、喝矿泉水，坚持每天早上7点亲自查岗，把办公室的沙发当床，住的比厂里的宿舍还简陋。媒体上甚至有篇报道用了这样的一句话来形容宗庆后，说他的一生没有享受，只有奉献。如今看起来，这些看似朴素的故事背后其实都是高水平的公关包装，意在强化企业精神领袖的形象。与此同时，他在媒体上的排兵布阵显得非常老练其实早在之前就有关于宗庆后还有其他子女的一些传闻，但几乎所有的主流财经媒体，包括21世纪经济报道每日经济新闻等等等等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同一个视角，就突出宗庆后的奋斗、朴素和个人魅力，强化宗馥莉是正统接班人的形象。哪怕是偶尔带有批判或者质疑味道的这个报道，也都会被巧妙地收敛在继承者的压力和父爱深沉的框架之内，刻意回避对另有子嗣的这个深挖，或者轻描淡写的用未被确认来带过要知道，在这个信息极度碎片化、爆点频出的舆论场，能够做到如此一致的风向压制，绝非偶然。这背后就是宗馥莉团队强大的媒体公关和这个干预能力，手上掌握的不只是产品线，还有紧跟时代的这种关于传播的思维方式、资源和人脉和平台现在随着法庭文件的披露，关于宗庆后有多名子女的这个话题再也藏不住了，而且仿佛也不用再隐藏了，已经几乎一边倒的，现在舆论导向了嫡出的长公主宗馥莉。这可谓是当年娃哈哈的宣传部长多年经营之后的水到渠成。值得一提的是，宗馥莉亲自操盘的宗庆后悼年活动，当年全网响应，评论区是一片感伤，现场无数的人流，主流舆论一致认为他就是父亲的精神继承人，是企业未来的当然领导者。在这种氛围之下，突然出现了其他的子女提起的诉讼，就好像是对一位圣人的亵渎，而宗馥莉就被视为忠诚的女儿和正义的化身。是就是因为这个神话有很大一部分内容嘛，都是在讲宗庆后他是如何爱女的，如何爱家的，他成功的就向大众植入了这个意念，他也只有他一个人是宗庆后精神意志的在世延续，是唯一的继承人。之前就很多人都羡慕他和王思聪嘛，就生在顶级富豪之家，然后还是独生子独生女，而且现在社会他又不是封建社会，从法律角度来说，他也不是说什么嫡长子来继承制，法理上是支持平分的。那但是在舆论上，大家肯定是支持自己看好的喜欢的人，对吧？所以截止目前之前爆出来还有3个美国籍的子女，大家就已经很怎么宗老这个爱国人设塌成这样。虽然目前这个子女数量到底有几个还真假未知，挺扑朔迷离的。网友们的各种段子也是层出不穷什么一个葫芦7个娃，大家想必也都看到不少了。但是毕竟之前呢，大家对于宗庆后的印象一直都是爱国、爱护女儿、爱护员工、敬业、勤俭，这是大家对于一个完美企业家的一个梦，一个浪漫主义的精神。那现在爆出来的其他的孩子就彻底粉碎了大家的这种美梦。那群众的他这个怒气自然要找到一个宣泄突破口，那就是已经去世的宗老以及他的其他的子女，而不太会朝着宗馥莉发泄，因为他也是受害者，而且他具有合法的身份。你想如果当初宗馥莉没有对宗老进行一个神格化的处理，那宗馥莉现在的处境就会比较危险了。你看赌王还有香港的霍家也是几房子女争财产，但大众的感受是什么呢？你看朋友们，你们会专门支持某一个人吗？我想大部分人都不会，大家就是看热闹，觉得你们互相斗，我不会赞成任何一个人，我就群众吃瓜。如果宗馥莉之前没有将他的父亲宗庆后进行神格化处理，那我想现在大众的观感也是一样的，说哇好热闹你们斗吧，互相斗，豪门争产。但是现在呢，为什么群众大部分人都一边倒的支持了宗馥莉？这就是他经营的非常成功的之处了。他把宗庆后神格化了，塑造起了一个坚不可摧的美梦，所以绝大部分人在这件事情上都选择了站队，并且大家都认为自己要支持正义的一方，也就是原配所生的继承人。
而且整个事情哈，你觉得吗？就环环相扣，谋划的非常的深远。就像你说的哈，苦心经营。因为你想有其他子女这件事肯定是藏不住的，早晚要爆出来。一旦爆出，这就是一个大雷。所以就像你说的，宗馥莉早就自己请缨要当这个公关宣传部的部长，把钟老的意志进行一个神格化。我就觉得吧，这个品牌的塑造、意念的植入可以说是相当的高明，所有的负面影响哈都被钟老一个人以及他其他的子女所承受了，而娃哈哈品牌和宗馥莉自己受到的影响其实非常的小。而且你没发现吗？宗馥莉把他自己现在和娃哈哈品牌绑定在一起了，他已经替代了钟老。这个跟这个品牌的关系，他就成了这个品牌的现在唯一的代言人，最核心的代言人，而且是这个品牌的灵魂了。没错，有网友就说哈，你钟馥莉你干嘛这么傻呀？你看你干嘛格局这么小啊？你这么一闹，娃哈哈的品牌大受影响，价值大跌，你损失的可不仅仅是那20亿美元的信托基金啊。其实我想说，恰恰非也，因为现在娃哈哈的精神代言人已经完美的从宗庆后转移到了钟馥莉，可以说大众对于钟馥莉是更加的看好，认为钟馥莉所掌管的娃哈哈，它将来的品牌价值会大于宗庆后所掌管的娃哈哈。所以讲到这里啊，就真不得不真心佩服宗馥莉啊，就像越王勾践甄嬛那样隐忍多年，谋划布局，在舆论场上得无往不胜啊。现在我觉得之前99%的人对宗馥莉的能力和谋略都大大低估了，相比之下，你看好像大陆企业目前没有任何一个富二代的故事能和他相比啊。无论是王思聪屡屡失败的投资，还是苏宁公子张康阳的投资国际米兰俱乐部的惨败，都反衬出啊，在夹缝中绽放的铿锵玫瑰宗馥莉的难能可贵。你这还挺押韵。对大众来说，算是又一次开启了民智，吃瓜有味，宗老祛魅。本期就讲完了，下期再见。下期再见。